我就是你当年不要的那个孩子。你突然间找上门来，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你要钱还是更高的职位，我都可以给你。但是你别奢望，我会施舍半点亲情给你。你一直隐瞒我的身世，就是为了保护我。我以为只要让你永远不知道这个事实，你就不会受伤害。谢谢，你一定要幸福。我要让你们永远记得我，我要让你们后悔一辈子。生命，你醒醒啊！生命，你不喜欢他，为什么还跟他交往？我不是警告过你要好好对待他吗？我最痛恨说话不算话的人。那你想我做些什么？你把我捆绑在这里，也无补于事的。兑现你之前对他的承诺，跟他结婚。但感情真的不能勉强的。那你就别指望能活着走出这里。国玉到底在哪里？要是他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一定会后悔一辈子的。我为什么要后悔？因为他是你儿子，是李红为你生下的儿子。有打斗过的痕迹。老陈，我还没下命令，谁让你们擅自动他？现在人呢？什么？逃了？给我去找！如果国玉能逃掉，证明他伤不是很严重，没事的。我们等候消息吧。好啊，张兰，竟然敢跟我耍这种下流手段！要是国玉有什么事，我一定让你好看。幻想美丽无限的你，像个无法逾越的距离，开口不知从何说起，欲言又止你不在意，承诺变回遗憾，只留在原地你我这里。渐行渐远，走散在人海里，本山最终依旧散尽，命运还是不尽人意，我放弃。相爱的气息吹散在风里，你的决定结束这不对称的爱情，我们都用尽全力在在意。不怪你，是我傻，是我疯，是我错，留不住你。相遇来不及，却又道别离。再见过去，再见了不对称的爱情。原来是我们能相爱相信，等灰烬轮廓以后，我懂爱情的真谛，不对是爱情，不对是爱情。我都说了我没事，那医生是龙子还是你派来监视我的卧底？你身体还没复原，是我吩咐医院不能让你擅自出院。我不想待在这里。既然国玉不来看我，那我就去找他。不准去！我拜托你不要再任性了好吗？我没有任性，你懂我的，爹地。我没有试过那么在乎一个人，我真的很喜欢国玉，就像妈咪很爱你一样。跟你妈咪的情况不一样。你是一模一样。妈咪一直爱着你，包容着你犯错，就算注定这辈子遍体鳞伤，她也没有说过半句后悔。我也一样，我不介意国玉伤害我，
只要他能在乎我一点点，就那么一点点，我也心甘情愿。我求求你祝福我们好不好，Daddy？小敏，你清醒一点好不好？不是我不清醒，是你善变。你之前说过要支持我的，你现在是怎么了？我之前是……怎么了？找到了，他现在在哪？他没事吧？好，那麻烦你帮我好好照顾他，谢谢你。依婷，吃点东西吧。没关系，我想等他醒过来。医生说他没什么大碍，休息几天就会没事。倒是你一整晚没吃没睡，要照顾自己的身体。我还行，你不用担心。国瑜，国瑜，你醒来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们怎么会在这？之前跟你聊电话聊到一半，你突然没有回应，然后你就失联了。我觉得不对劲，所以马上就去找田爱商量对策。再后来，医院就通知我们说你受伤入院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怎么会在路边受伤晕倒的？是江汉，他找人把我接走。喂，我很急啊，我想要上厕所。我要上厕所，放开我！你不要给我耍花样。之后的事，我就不清楚了。这是绑架，我们一定要报警处理，不能让那种目无王法的人逍遥法外，千万不能报警。国瑜，放江汉一马。要是你坚持要报警的话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为什么？对啊，为什么要放过他？不管原因是什么，总而言之就是不能报警。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国瑜单独谈谈，麻烦你们出去好吗？说吧，为什么不能报警？因为这件事情比你想象中还要复杂。要是我跟你说这件事情的起因跟老佛爷有关，你相信吗？我妈？严格来说，她不是你妈，你不是她的亲生儿子。快向前奔跑，目标它就在前方。30多年没见，别来无恙。托你的福，最近生活多了一点寄托。如果不是你约我，我还以为你失忆，把老朋友都给忘了。哦，不对，像我这种下三滥的戏子，怎么配做你的朋友呢？高攀啊，我以前对你说过些狠话，但也是以前的事啊。
当年李红背叛我，让我气昏了头。现在想想，或许那时候太年轻，一时沉不住气。随口一句沉不住气，就把以前的事一笔带过了，够潇洒。我也以为自己很潇洒，可是对李红，我还是有愧疚。这些年来，不管我走多远，爬多高，过得多得意，只要一静下来，我还是忘不了他。你这些绵绵情话，说给一个给你戴绿帽的荡妇听，真够讽刺。人都走了，你就不能积点口德吗？再怎么说，你们曾经也是好姐妹，难道没有情分在？哼，情分，少跟我废话了。如果你今天约我出来，是为了要缅怀你的旧情人，恕我没兴趣奉陪。等一下。张国宇是我和李红的儿子，对吧？这是真相，但肯定不是事实的全部。其中的细节只有老佛爷最清楚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藏了30年的秘密，不是说接受就能接受，所以我才会说，这次你被劫走的起因，比你想象中还要复杂。江汉真的是我爸？我不知道老佛爷究竟在盘算什么，我真的不希望看到你们父子相残，所以千万不能报警。不好意思，外面来了几个警察，说想要找你问话。好，让他们进来吧。那我先出去了。张梅姐，关于我的身世，我一时间没办法消化。我希望你能帮我保守这秘密，我不想让其他人知道。我会的。你为什么要对警察撒谎？为什么要把路人勒索说成是纯属意外？真梅姐到底跟你说了什么？为什么不告发江汉？是我亏欠小敏，事情发展到今天这地步，都因我而起。我没资格追究些什么。你包庇江汉就是为了要还小敏一个人情，又或者真梅姐3言2语就已经说服了你？不关真梅姐的事。一婷，我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你能帮我办出院手续吗？不行，你不要逞强了。医生说你还需要留在医院多休息观察几天。在哪休息都一样，我不想在这里耗，拜托你了。出院了。妈，有件事我从别人口中听说了，但是我还是想听你亲口告诉我。这一天终于来了。从我收养你的那一天开始，我就知道你迟早会跟我要答案。收养我？所以我听说的都是事实。李红才是我妈，江汉是我爸。你吩咐我签下小敏，是因为你知道她的身份。这一切是你精心设计的局。对，就是一个局。你明明知道我们是兄妹，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撮合我们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
因为我要看到报应，因为我恨。兰姐，你这小丝巾真好看。明天我要出席晚会，可以借我吗？别的都可以，这个不行。那么紧张，王权送的，还是大明星李国伦？都不是，他们我才看不上眼呢，是圈外人，是地产大王江烟的独生子江汉。哦，我见过他上报，年轻有为，长得一表人才。不过听说他身边的女伴换不停。都不是，是那些女人都喜欢他，报纸乱写的。那我懂了，喜欢江汉的女人很多，可是只有江汉喜欢的女人才会收到小丝巾。我的好姐姐找到好对象啦，赶快介绍姐夫给我认识吧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见他了。胡说，谁是你的姐夫啦？只有够优秀的男人才配得上我的好姐姐啊！我不叫他姐夫，叫谁呢？你呀，这张嘴，小心回去我用针线把它缝起来。我信任他，把江汉介绍给他认识。他假惺惺在我的面前叫姐夫，却在我的背后耍心机。就1个月，他趁我出国拍戏1个月就把江汉给抢走了。我这一辈子犯下最大的错误就是相信他。谢谢。我擅自做主给你点了些吃的，你不介意吧？不介意，谢谢。这一次请你吃饭，就是为了答谢你这位牵线的红娘。红娘？啊，我跟你的好姐妹李红在一起了。她呀，真的是很可爱，很特别。她的傻里傻气，她的善良单纯，总是给我一种想保护她的冲动。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？看来我以前的形象真的是太差了。不过这一次我对李红是认真的。可能以前我有很多喜欢的女人，不过现在我只爱她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担心你的好姐妹吗？没有啊。放心吧，这一次交往我是以结婚为前提的。李红应该就是未来的江太太了。我常把这话挂在嘴边，她也是知道的。是吗？怎么没听她提起过？她哪里敢跟你说？她一直以为我们在交往。哎，她见到你就心虚了，还一直说对不起她的好姐妹。你说她傻不傻？我们根本就没有那一回事。是啊，我们只是吃顿饭跳支舞而已，怎么算是一回事？是李红她想多了。既然我的好姐妹是你万里挑一的那个，我替她高兴。你的祝福对李红来说太重要了，能听到你这么说，我真的非常放心。谢谢你，我的红娘。李红不顾姐妹情抢了我的男人，还要我送上祝福，这种羞辱，我一辈子都不能够忘记。感情本来就不能以先后分对错。你说我们横刀夺爱，你有跟他聊过吗？像他这种狼心狗肺的贱货，需要跟他废话吗？他装可怜，半裸着，要江汉当他的护身符。他骗得了全世界，骗不了我。他们凭什么幸福？我发过誓，他们给予我的羞辱，我会双倍奉还。他们凭什么幸福？我发过誓，他们给予我的羞辱，我会双倍奉还。你别再演了，我已经看厌了你的表演。我没在演，我说的都是真话。你跟导演睡觉的新闻都已经刊登在报纸上了，你不要脸，我还要。潘哥，
不是你想象那样的，我是被人陷害、被人恶意中伤的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之前不也说过很想跟那个导演合作，不是吗？Uncle，我从来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。你是演员，上了妆之后我就认不清你的脸了。我妈说的没错，我就应该认清我自己的身份，戏子无情，婊子无义。走进我的女人，哪个不是为了我的钱？这张支票，当做遣散费也好，当做是你这几个月演戏的酬劳也罢，你那么卖力在我面前挤眼泪，不就是为了这个？我从来都没想过要你的钱。你拿不拿，我们都得散了。家人让我做选择，是抱一个戏子穷一辈子，还是乖乖回家当我的人上人？我肯定会说选你不值得。别再缠着我了，懂吗？Uncle，啊！Uncle，喂，是江汉吗？我是张兰。有什么事？我正忙着呢。啊，没什么，只是想关心关心你和李红的事。你不需要专门替他来打电话说情，我跟他不会再有以后了。过几天我会飞上海帮我爸拓展海外业务，短期内不会回来。这样也好，我可不想再跟他纠缠了。你们两个分手了吗？是，彻彻底底划清关系了。可是为什么你走得那么突然呢？是因为李红吗？李红她这次确实做错了。你那么疼她，她却不懂得珍惜，竟然为了名和利跟导演鬼混。做姐妹的确实开不了口，为她说一些好话。该做的我都做了，给他钱他又不要，真不明白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。你好好看着他，免得他闹自杀，到时候我家人又把这笔账算到我头上来。没什么事，我就挂电话了。哎，先别挂。在你出国之前，能不能一起吃顿饭？就当做是我替你践行。不必了，当初招惹一个李红，我就已经很后悔了。戏子无情，婊子无义，我可不想再跟你们这些明星有任何瓜葛。拜托别再来烦我了，再见。戏子无情，婊子无义，我可不想再跟你们这些明星有任何瓜葛。戏子无情，婊子无义。江汉这一句话太伤人了。自从李红介入我们之后，江汉就没有正眼看过我一眼。在他的心中，我只不过是一个想要攀关系的戏子。他凭什么羞辱我？他都决定跟你撇清关系，你还放不下吗？事情还没有结束呢，连老天也看不过眼，留了机会给我报复。李红怀孕了，她怀了你。这个不要脸的女人走投无路跑来求我，她叫我帮忙联络江汉。就算我真的找到了江汉，我也不可能帮他传话。我怎么可能帮他？我就是要他死。当他最无助的时候，我还留在他的身边，不是同情他，我是要看他未婚先孕丢了工作有多丢脸。他活得越狼狈，我晚上就睡得越香甜。不是的，你不是这种人。我就是这种人。结果老天还是站在我这一边。这个贱女人爱到死去活来之后被抛弃了，她选择生下你又难产，这就是贱女人的报应。江汉哥呢？他会来见我吗？我已经通知他了，
也告诉他你替他生了个孩子，可是他怀疑那孩子不是他的，这样你便痴心妄想、母凭子贵的嫁进江家。他就是个负心汉，没必要为他流眼泪。对不起，欠你的，看来我是还不了了。我不怕死，但是我舍不得孩子一生下来就没了父母。家很刻薄润我们，要是我走了，这孩子就没有亲人了。除了你，也没有人愿意帮我了。娜姐，我求你念在我们姐妹场，帮我照顾她，好吗？好，我会好好的照顾他，你不用牵挂。每一次想到李红临终托孤，把我当恩人，我就觉得可笑。他永远也不会知道，散播假消息说他睡在导演身边的人是我，让他身败名裂，让江汉离开他的人也是我。是我亲手拆散他们，是我亲手把这个悲剧送给李红这个贱女人。怎么样？这份厚礼够意思吧？你不是那么绝情的，你只是嘴硬说狠话。你对李红即使没有愧疚，应该也有同情，要不然你也不会收养我，对不对？到底不是亲生的，怎么教的不像我？懦弱、天真。我收养你就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报复江汉。没想到老天爷帮我圆这个梦，后来让他又生多一个女儿。老天真的是太善待我了。我要他亲眼看见他的孩子搞在一起，看见人间的悲剧上映，让他永远后悔羞愧。你带着恨这么多年，你过得开心吗？大半辈子都在算计别人，难道你不累吗？只要能够报复他们，就什么都值得。我从小到大都没见过你笑。你惩罚别人，也是惩罚你自己，把恩恩怨怨放下，不好吗？不要假惺惺为我着想，我最讨厌看到你这副嘴脸。李红她就是这样，装善良，扮无辜，我看了就想吐。妈，不要叫我妈。你到现在还留在我的身边，你在图什么？你是不舍得恣意吧？还是担心你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事业就这样没了？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一些。不要再装了，你不要忘了，我也是个演员，你的演技烂透了，骗不了我。从一个高高在上的恣意总裁，掉下来变成一个一文不值的私生子，怎么样？这滋味不好受吧？妈，闭嘴！从今天开始，你不再是我张兰的儿子，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马上给我滚！妈，滚！快向前奔跑，目标它就在前方。我收养你就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报复江汉。我要他亲眼看见他的孩子搞在一起，看见人间的悲剧上映，让他永远后悔羞愧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不再是我张兰的儿子，
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滚！喂，国宇，你终于接我电话了，我找你找了一整天，担心死我了。我没事，电话开了静音，没有听到来电，不用担心。医生要你多休息，你就不要到处乱跑了。你现在在哪里？我过去陪你好吗？不用了，我想静一静。对不起，我一直没发现张兰骗我。前几天我才知道，当年我离开你妈的时候，她已经怀了你。你对我妈有真心付出过吗？我们爱过，也痛过。那你为什么宁愿相信无凭无据的风言风语，也不相信她？在她最无助的时候，你丢下她一个人去面对风风雨雨，你就跑到远远的去当你的大少爷。你这样对你真心爱过的女人，难道你不心疼吗？当年我太年轻，不懂得珍惜。国宇，有很多事情不是3言2语就能解释清楚。别以为你所有的过错能轻轻一笔带过。我妈为了你付出所有，她被人陷害，直到身败名裂，她心里还惦记着你。你呢？你最害怕失去的，就只有家里那几个臭钱，还有你高高在上的地位，对吗？是我亏欠了你们，我知道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，但是我想尽力补偿，弥补我以前所犯的过错。如果你愿意给我回头的机会，我可以让你成为江氏的继承人。你想太多了。当初是你不要我和我妈，现在你叫我回去，你以为在商场做买卖，有钱就可以买到想要的东西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知道张兰把你革职了，我不想看到你的努力毁于一旦。就算我走投无路，过得再狼狈，我也不会投靠你。当初你可以为了江氏集团这个位置抛下我妈，抛下良心，但是对我来说，它一文不值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要不要跟我谈谈？没事。没事。你妈今天下午回去公司召开紧急会议，在所有的人面前宣布把你革职，以后公司的大小事务全归她一个人管。
你不意外？你不意外就证明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你要不要跟我说呢？是不是你跟你妈吵架了？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会闹得那么僵？我们现在在说着的是你的前途，那不是闹着玩的。你妈怎么可能会这样对你？她是认真的，她没有闹着玩，只是我们始终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而已。是什么事实？国瑜，我是你女朋友，你让我跟你分担好吗？快向前奔跑，目标它就在前方。所以你是江汉的儿子。老佛爷对你那么绝情，我也不要留在恣意了。我明天就回去辞职，你去哪里我就跟到哪里，我跟你共同进退。不行，你必须留在恣意，你不能因为我意气用事。天爱真美和我都离开了，恣意就没人了。我担心我妈一个人扛不下去。老佛爷他花了那么多年处心积虑，做了那么多事情，就是为了伤害你。他甚至没有把你当成儿子看待。你不恨他吗？我不恨他，毕竟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。就算今天我一无所有，我也无所谓。你怎么可以这么说？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，你自己也有努力付出过，不是老佛爷给你的。就是因为曾经付出过，更不想让他倒下。恣意是我和我妈的心血，就算从今以后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也希望他可以好好的。我不能为恣意尽力了，所以更希望你可以帮我好好的守住他。就算是我愿意帮你，你觉得老佛爷他会相信我吗？确实不容易，但我们不能放弃。你就是这么死心眼，对老佛爷是这样，对天。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那你跟天爱，没错，我跟天爱不是亲兄妹，但我跟天爱的曾经，我都已经放下了。你才是以后陪我一起走的那个人。那个对的人。答应我，以后不要再胡思乱想了，好吗？妈，你知道原因吗？为什么总裁那么突然被裁退？传言他跟老佛爷意见不合，是真的吗？事情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，我也还在消化。国瑜他不是老佛爷的亲生儿子。不会吧？
如果他不是老佛爷的儿子，那他跟天爱就不是亲兄妹，那他们就……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心神不宁了。你在担心总裁会跟他的旧情人旧情复燃。我很清楚我自己在国玉心中的分量，至少到目前为止，天爱在他心中的位置还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。该不会想要当大好人，牺牲自己成全他们吧？我不是什么大好人，我也不想要那么轻易放弃。可是爱情它不是数学题，不是你努力一点就可以加分的。但是你不努力就等于自动弃权。你要让张国瑜知道你比任何人都更在乎他，你们一起经历的也是别人无法取代的。我相信他不会忍心辜负你。我就是担心他不忍心辜负我，我就是怕他是因为道义才继续跟我在一起，不是因为爱我。如果我是真心对他的话，那么也许我不应该那么自私的把他留在我的身边，这样对天爱来说也不公平。爱情哪有所谓的公不公平？或许他今天比较在乎的人真的是天爱，但谁能保证日子久了你不能超越他？爱情是需要修炼的，能坚持到最后的人才是赢家。老佛爷把国瑜辞退了，你应该知道吧？最近发生的事，我都找不到头绪，记忆的人事变动，国瑜撤销控诉江汉，一切来得太突然，其中一定发生了什么事。你到底跟国瑜说了些什么？对不起，我答应国瑜要保密，不能说。他那么重视自己的工作，突然被辞退，对他的打击肯定很大。老佛爷怎么会对自己儿子那么狠？既然你放心不下国瑜，就应该去关心他。我是局外人，你有资格参与他们的事。那天你去医院看他，还不算介入。那你呢？以你跟国瑜的关系，比谁都有资格发问吧？我们之间不适合多余的关心。只要是真心，都不叫多余。我们是兄妹，现在有种说不出的尴尬，你不会明白的。尴尬是因为你心里还有他。我们是不可能的。或许我不明白你现在受的煎熬，但是我很了解爱一个人却不能说出口的痛。我跟乐君蹉跎了大半辈子，我们都很后悔没有早点知道彼此心里还有对方。这个秘密我本来应该守着，但是我真的不想看到你们走我们走过的冤枉路。你跟国瑜不是亲兄妹。I dream a little at the thought of you. I dream a little every time. If you could find it in your heart to love me too, like I love you, I wouldn't have to dream a little. I wouldn't have to dream at all. Everywhere I look, I must be seeing out of focus, 'cause everything is you. All my friends keep talking like it's one big joke, but
心。